自由军团深入俄本土40公里，普京目标不止乌东4州。F2基地被神秘无人机入侵，罗马尼亚要建造北约在欧洲的最大军事基地。M1117现身乌克兰。1周前，2500名反对俄罗斯的武装进入俄罗斯境内，这些原本是俄罗斯人的武装，如今将枪口指向俄本土。黑海舰队换将。上一周，多家外媒报道，因为黑海舰队损失惨重，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遭到撤换。而在3月19日，俄罗斯官方媒体也证实了这件事。根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总司令一职由俄罗斯北方舰队司令莫塞耶夫暂代。俄新社也证实这件事。叶夫梅诺夫被撤，只能说意料之中。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黑海舰队的军舰被频繁遇袭。目前乌军已经击沉了24艘俄罗斯军舰，并逼迫黑海舰队将剩余的军舰都转移到新罗西斯克海港。当地时间3月18日，俄罗斯自由军团、俄罗斯志愿军以及西伯利亚营公布战果，已经造成1500名俄军士兵伤亡，并且还俘虏了数十名俄军士兵。如今已经深入俄本土数十公里，更是拿下了比尔格罗德州的克金卡村，并在村子升起了旗帜。在过去的1周内，俄罗斯的自由军团等3大武装不仅没有被赶出去，甚至还在不断扩大战果。看来比尔格罗德地区的俄军根本无法拦住他们，而且当地居民也没有对其表现出敌意。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比尔格罗德州也会像当初的乌东4州一样来一场公投，从而加入乌克兰。而除此之外，乌军也是连续多日炮击比尔格罗德地区，当地的动荡仍在继续。看来俄本土的战事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从前2天凌晨开始，乌军就出动大量无人机，对俄本土8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包括对俄本土第2大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发动自杀式袭击。这座机场距离莫斯科仅有40公里。此次乌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俄本土的炼油厂。目前俄本土拥有30个炼油厂，已经有12个遭到了袭击。照这样下去，剩下的18个炼油厂遭遇袭击也是迟早的事情。反观乌克兰战场，在顿涅茨克以西的克拉斯诺格罗夫卡仍在爆发激烈战斗。乌军突出部队试图在装甲部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乌军在此处调集了大量预备部队来稳住防线，从而导致俄军突出部队难以突破。在阿夫迪夫卡方向，阿城北部与西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军以奥切列蒂诺和诺沃卡利诺沃为依托，对彼得罗夫斯科耶以北的克拉斯诺格罗夫卡西北部进行了1次或多次武力侦察。早些时候，乌军一度占领工业区东南部的部分阵地，但无法继续推进，因为俄军在此的炮火太过密集。另一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多次发表出兵乌克兰言论之后，不仅出动战机靠近俄边境，如今又在会议上成立援乌弹药联盟。与此同时，法国还开始组建和训练前往乌克兰作战的作战部队。早在2月底，马克龙就下达了任务，研究乌克兰派遣外籍军团的问题。在2月27日，外籍军团开始组建3个作战点。3月5日，法国军方批准该营战术组的人员配置，其中包括1500名军事人员。在3月上半月，该营在拉库尔廷训练营开始进行作战协调，预计将在4月中旬完成作战协调训练，并做好了随时前往乌克兰前线的作战。显然，北约有可能会乘建制进入乌克兰战场。预计今年夏天，首批 F-16战机就将出现在乌克兰战场。战机的维护、导弹的保养以及飞行员地勤的训练，可都无法远程进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战机、防空系统以及导弹进入乌克兰战场，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北约专业军事人员可能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3月18日晚，普京在赢得选举之后发表讲话，其中在谈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普京再度表示将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一个阻止乌军越境袭击的缓冲区，从而将俄边境置于乌军打击火力射程之外。在今年年初，普京就曾提出计划在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上构筑缓冲区的设想。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敖德萨、苏梅以及尼古拉耶夫等地区都将成为非军事区。如今再次提出来，在火力军看来，普京想要实现这一设想，势必要展开大规模攻势，最起码要将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隔开。对此，美国媒体也表示，
今年俄军进攻重点可能会是哈尔科夫地区，该州与别尔哥罗德州接壤，在地理位置上是俄罗斯建立缓冲区的最佳选择。反观乌克兰这边，自由军团等武装不断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看起来也是打算在俄本土建立安全区，这也是2023年初乌克兰的战略之一，如今终于开始实施了。如果能占领别尔哥罗德州，乌克兰手中就有了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了。接下来就看俄罗斯自由军团、俄罗斯志愿军团以及西伯利亚营的战果了。美军本土的 F-2基地遭遇无人机群多次入侵。美售50辆 M1A2。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在3月19日宣布，巴林要求购买的 M1A2 坦克采购案正式进入知会国会程序，通过后将大幅提升巴林陆军地面战力。据 DSCA 军售公告显示，本次核准出售装备有50辆 M1A2 CPV3 型坦克、4辆 M88A2 装甲车以及24辆 M1 衍生功能车型，其分别为8辆 M1150 突击破障车、8辆 M1110 联合突击甲桥车、8辆 MLC115 重型扶门桥车。在武器、炮弹及衍生装备方面，除了出售可装上战车的 M240 同轴机枪与 M2 重机枪外，也将授予巴林共计6000枚120毫米的 M1002 多用途练习弹、5760枚 M1147 高爆多用途夜光弹，以及低姿态遥控武器站、加密型军用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新一代故障自动检测系统 NGAS 等，并附带美方人员训练、后勤技术支持等，全案均售金额达22亿美元。3月15日，战区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朗里空军基地从去年12月开始就遭遇神秘无人机群入侵，但无法确定无人机的目的。2月份出任北约防空司令部的吉洛特在3月14日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已经公开承认此事。目前，美国军方的战机以及 NASA 高空观察机都在该区域活动。根据战区的报道，最早是在2023年12月6日观察到无人机入侵朗里空军基地，并在整个12月发生了多次类似事件。问题是这些无人机的数量不同，尺寸和编制组成也有差异。按照朗里空军基地新闻发言人的说法，这些入侵事件并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恶意意图，但是这种事件已经威胁到了美军的安全。美军在朗里空军基地部署了大量的 F-2战机，任务是支援北美防空司令部与美国北部司令部，捍卫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本土。虽说 F-22是空中一霸，但是停驻在地面时，几架无人机就能干掉。而且在该基地的不远处，就是美国东岸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海军基地，这里是美国半数核动力航母的母港。为了探明此事，美国空军的 F-16战机、NASA 的 WB-57F 高空观察机都曾围绕该基地飞行。NASA 的公开行事历表示， WB-57F 在2023年的12月18与19日都进行了影像支援的任务。火力军很好奇，到底什么样的无人机能突破美军军事基地周围的禁飞区，但是美军并没有对外公布结果。另一边，罗马尼亚要建造北约在欧洲的最大军事基地。欧洲想要继续享受和平，就必须转向战争经济。3月19日，俄罗斯报网站报道，罗马尼亚计划在2040年之前要将黑海港口康斯坦察附近的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空军基地扩建成北约在欧洲的最大军事基地，规划面积达2800公顷，比德国的拉姆施泰因基地还要大17%。基地改建工作包括铺设新的起降跑道、指挥调度所、训练中心以及北约战机驻扎所必须的其他基础设施。基地扩建后可以同时容纳近10000名北约士兵及其家属，并还将为他们兴建单独的市镇。目前相关工程已经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基地扩建之后将成为北约在东翼的新前哨。罗马尼亚分析师波佩斯库表示，该基地将成为北大西洋联盟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乌俄战争持续的背景下，这点尤为重要。按照波普斯库的说法，乌俄战争不会在今年停止，2025年甚至是2026年也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该基地可以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各种类型的军事和后勤援助。为了达成以上目标，罗马尼亚拨款了接近25亿欧元。重点来了，对于罗马尼亚来说，这不是一笔小钱。该国家是欧盟较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扩建军事基地却是必要的。
或许情况就跟欧盟主席说的那样，欧洲要想享受和平，就要转向战争经济。3月1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多家欧洲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认为欧洲想要继续享受和平，就必须转向战争经济模式，并大幅增强防御能力，以应对俄罗斯构成的军事威胁。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这点火力军十分认同。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克里姆林宫就已经将俄罗斯军工业转入战时模式，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在国防开支上长期不足，缺乏足够的储备，就算是现役的武器弹药，妥善率也堪忧。想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欧盟就必须靠自己。事实上，欧洲也是这样做的。欧洲的军工产能已经增加了 50%。稍早一些，欧盟委员会就在官网上宣布，欧盟将再拨款5亿欧元，将计划投资总额提升到20亿欧元，用于支持欧盟的弹药生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快到2025年1月，欧盟的炮弹年产量就能达到100万发，到2025年年底达到200万发。这些炮弹除了援乌之外，还将用于补充欧盟成员国库存。乌俄战争已经证明，炮弹这种低成本的弹药会成为决定战局走向的重要因素。据乌克兰军事频道报道，乌军首次展示了其新获得美制 M117 轮式装甲车，不仅展示了乌军使用 M117 的训练画面，也从侧面证明了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增长的军事合作。据悉，第一批 M117 装甲车已部署在乌军地面部队的第425突击营斯卡拉。M117 最早出现在2022年11月份，美国军援乌克兰4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计划中。当时为提高乌军部队的机动性，就向其援助了250辆翻新的 M117 ASV。至于是如何交付给乌克兰的，据西走的罗马尼亚铁路只为安全及时将其交付给乌军部队。M117 是由德士隆海陆系统公司制造的4轮型装甲车，全重仅15吨，远轻于20吨的史崔克和25吨的 M2 步战车，其尺寸和性能介于悍马车和史崔克之间，长 6.07 米，宽 2.56 米，至炮塔顶 2.59 米，可交由 C130、C141、C17、C5 运输，分别可运输1、2、6、8辆。整车的设计灵感因来自 V100 和 V150 突击队系列装甲车，所以它采用3部分设计布局。机车长和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驾驶舱的前面和侧面设有6面高强度的防弹玻璃，同时车长和驾驶员位置顶部还各有一个舱盖，以便于向车外观察。中间是载援舱和单人炮塔，载援舱还可搭载10名士兵，后部则是动力舱。有意思的是，在 M117 车体两侧各有1扇车门，而每扇门都有2部分组成，下半部分向下打开，可形成上车踏板，上半部分则向车后横部打开，以进出人员。在车门的上半部分有一个防弹的观察舱，并在观察窗下侧设置了一个圆形的射击孔，以供步兵射击。在火力方面， M117 安装的单人炮塔名叫 UP 冈尼的武器站或4050炮塔，可由电动控制360度旋转，其主武器是一具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射速325到375发每分钟，副武器是一挺并列的 12.7 毫米 M2 机枪，射速是450发到600发每分钟。此外，在炮塔的两侧还各配置了一组向前发射的4点装烟幕榴弹发射器。应该说，这种火力配置可以用猛烈来形容了，可以轻易地将路边的恐怖分子打成蜂窝，并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 AAV-7A1 两栖突击车安装的炮塔就是该炮塔的早期型号。在防护性上， M117 采用的全焊接钢装甲车体，与之不同的是表面披挂了一层先进的陶瓷装甲。这种装甲系统被称为 IBD 模块化可延展性装甲系统，即 MEXAS 模组装甲，能够提供比普通装甲高得多的防护能力。另外，车体内部还设置了防崩落衬层，以提高成员的生存能力。据悉， M117 的车体可以抵御250米外发射的 12.7 毫米 M2 穿甲弹，车顶可抵抗15米处爆炸的155毫米炮弹爆炸碎片的攻击。而在安装陶瓷装甲和防地雷组件后，其还能防御 RPG-7 火箭弹的袭击。
每个车轮的车底部分分别能承受5公斤和 1.8 公斤 TNT 当量地雷爆炸的攻击。不过，车辆尾部动力装置部分的防护要逊色一些，在今后的改进中，有可能会加装格栅装甲进行防护。最后的动力方面 ，M117 采用了260马力的柴油机，与之相匹配的是阿里逊 MD3560 6速自动变速箱和一个单速分动箱。在这样的配置下 ，M117 最大速度能达到100公里每小时。虽然跑不过悍马的113公里每小时，但用在现在的局部冲突中已是绰绰有余。拥有的264升油箱使其最大行程可达708公里。同时 ，M117 还采用了前后全独立式带上下控制臂的悬挂系统以及中央充放器系统，使 M117 的舒适度直线提升，越野能力也表现十分出色。车辆爬坡度为 60%， 侧倾坡度为 30%， 可过垂直墙高 0.6 米，涉水深 1.5 米。可以说 M117 的机动性在同类装甲车中应该算是出色的了，特别是在兼有出色防护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如今高强度、高节奏的现代战争中，如果能整合上2栖机动能力，将更加完美。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自由军团最终能到哪儿？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